鲜酱格瓦斯炒菜心儿，一份锅包肉，2个馅饼，雪里甜心。那个羊肉煲呢？这个鲤鱼就是鱼肚子吗？对，掐头去尾。1, 2, 3。我们今天来一家历史感贼强的私房菜馆，据网友评价是哈尔滨第1的私房菜馆，因为第一是环境好，2是价钱贵，还有一个就是它这个房子比较好，是一个俄式小洋房，有100多年了。咱们今天要到那里面吃饭，走吧，去看看去，啥样啊？我也头一回来，走。这是一个咖啡馆，老厨家在这儿呢，往这里去，往里要走一下子。我们以为刚才那个是走到那里头去了，在这儿，公司街78号3。你好，营业吗？3个。鲜酱格瓦斯炒菜心儿，一份锅包肉，2个馅饼，雪里甜心。那个羊肉煲呢？这个鲤鱼就是鱼肚子吗？对，掐头去尾。格瓦斯是哈尔滨一个特色的饮料，也是从俄罗斯那边传过来的，用那个面包发酵出来的饮料，它是含有酒精的。就是喝完之后，这个不能开车啊，有一点点1%的酒精，但是能查出是酒驾。在市场上买到最多的就是那个丘陵格瓦斯，这个是现酿的，是冰的，清凉解渴。但是这个我觉得比丘陵的罐装的气儿少一点，但是它的更甜一点，感觉像蜂蜜多了似的那种感觉。格瓦斯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助消化，清炒菜心儿，这是一个广东菜，我们在哈尔滨这边好多饭店都吃过，但是这边的菜心儿就特别的老，然后以至于我们都不敢点了。菜心儿本身这个还挺贵的到这边。然后点完之后呢，你老吃不进去就浪费了。我尝尝他家这个啊，这个菜其实比较新鲜，比较嫩，就是从根儿到叶它都是嫩的，盐有点少，就是口味有一点轻。这个就是他家的锅包肉，老厨家锅包肉是最出名的，因为他家是锅包肉的鼻祖，他们家发明了锅包肉。这个好吃，酸甜酥脆，然后里面的肉还嫩。东北这边做锅包肉太多了，有的做的硬，有的做的软，它这个酥脆。看撕开这个粘性，这是土豆淀粉，还有用的自制的炸粉，然后和在一起，反复炸3遍才能炸出来这种脆脆的感觉。今天到老厨家，我们又点了这个美丽豆沙，他们家好像叫什么美丽什么甜心儿，但是它这个比我们上回吃那个大得多呀。你看这个，它这个好大，炸的好蓬，有点像那个泡芙，大块的泡芙。味道和那个一样的好，更嫩，这个吃更过瘾，更大口，糖还没有那么多。豆沙馅里面还有花生呢，它这个是皮儿包馅大，这个也好吃。这两家做的美丽豆沙都挺好吃，各有各的特色。那个花生吃到嘴里更香。这个是羊肉煲，这是我们上面的可能温度最高的一道菜了吧，热度比较高。羊肉切得很小，羊肋排。刚才上来之后闻着那个羊肉特别香，来尝尝。哎，这个羊肉煲我喜欢吃啊，刚上来之后就很清香，它是热的，上面放那个青红椒丝，一腾之后那个青红椒还有那个姜丝儿，那个味道也出来了，又清新又香。羊肉很嫩，也很辣，没有那么的咸，好香。这我要的烧鲤鱼中段，就是鱼肚子和鱼腰那一块，闻着好香，挺大块。用鲤鱼最精华的部分，最好的部分，然后烧出来之后呢，味道其实很一般，但是鱼肉呢很嫩。他家的馅儿饼，这个馅儿饼还比较贵啊，8块钱一张。那我看都是啥馅儿的啊？猪肉和芹菜叶，肉挺厚的。主食还有米饭，我们要米饭。馅儿饼这个肉也腌了，肉也有味儿，香油味儿好浓啊，味道不错。这房子有111年了吧，1908年好像是建成的。这里面还有好多的老物件、老照片都在里头的。但是玻璃花房的话，就是一个大长桌，还有低消的，最低1200块钱。然后不管你几个人，你一个人也行，你只要花我1200块钱就可以。等我下回拢够人了之后，我再来啊，要不然我一个人花1200块钱不值。打完折一共是305。他家的菜的话是私房菜，相对东北菜来的话，价格比较高一点。然后菜的话，菜量就稍微少了一点。在他家吃的主要就是环境还有氛围，这比较好一点。菜品的话就是特色馅儿饼、锅包肉、红焖羊肉都比较推荐，这3个比较好吃。还有那格瓦斯也是比较好，现酿的。其他的那几个菜一般般，其他的我没点啊，然后也不知道啥样。如果有吃过的朋友的话，可以在底下留言，让众多的网友都看到。好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，朋友们，拜拜，走了。